会有怎样的精彩，又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各位是全网第一批了解到的人，那其他的观众们也会在晚上看到更新。当然，现在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的主演请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家业精彩的剧情和幕后的故事。各位准备好你们的镜头了吗？准备好了。啊，这个热情度，我觉得要再问一遍，准备好你们的镜头了吗？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各位，你们即将看到史上第一个全员古装剧中造型的追剧团，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主演登场，请开门。让我们有请各位主演登台，欢迎李洪良老师带着拐来了。京东叔，你这拐没拄上呀？好，下一位，让我们欢迎绝世好龟龟谢欣，他带着账本走来了。同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绝对不是泼妇，只不过爱女心切的徐百惠，娘亲也是带着刀走来了。没关系，娘，吊刀抵倒打特倒。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带着小杨子来喽，欢迎姊妹带着她的初心墨。真娘，好想念你。来，小紫。家业跟着李真搞事业，入真门看家业跟着李真搞事业，自带道具，掌声送给姊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六两哥，你来了是吗？对，欢迎韩东君。小芊芊带着斗笠来了。好，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八爷，各位，咱们预告里面有一句送八爷很出圈，对不对？我邀请全场的朋友们跟我喊一句赢八爷，好不好？3、2、1，赢八爷！这是真正的穿越者。八爷来了，同样让我们欢迎王子豪同学带着你的红凳子走来吧。这个小本唱呀，也是挺让人生气哈。啊，渣男，这是可以喊的吗？芭蕉，因为八爷给交代。好，各位已经来到我的身边了，那接下来我就多一个字都不讲了，咱们抓紧时间互动起来。从姊妹开始和大家打招呼，介绍一下你的道具，好哈。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紫，然后我是小李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初心墨，是我李真做的第一块小墨，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喜欢我们家业，谢谢。真娘不内耗，家业爆爆爆！对，我们准备的口号，大家一起来一遍啊！我们准备的口号是3、2、1，真娘不内耗，家业爆爆爆！送给这个小李真儿。谢谢。姊妹，你那个小喇叭给我们完整的再播放一下，好不好？我这喇叭刚才线路。对。入真门看家业跟着李真搞事业，入真门看家业跟着李真搞事业，入真门看家业跟着李真搞事业，有那味儿了啊，有街边吆喝那味儿了。李真传我事业运。再喊一遍。李真传我事业运。那我可不传，我传我自己事业运。手好啊。好，接下来我们请东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韩东君，在这个家业中饰演的是骆文谦79，然后今天我带来的道具就是那个，就六两哥戴的那帽子。对，就是这样，就骑着马来。啊，真的吗？对。哎，你能再加一句吗？喊完六两之后加一个 A 市，我回来了。六两，我回来了。OK， 太牛了，是有那个荷尔蒙在的啊。接下来我们请八爷和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田小杰，在剧里饰演李金水，是真娘的爷爷。那个我老实巴交，这是个。这姊妹解答一下，为什么带着这个来吧？因为
就是说我们这戏废老头嘛，然后就是我们这戏虐老头，然后每一集呢都要虐爷爷啊、虐六爷啊，各种，主要是虐我爷爷最多。因为每一次大家可以看从第一集到现在啊，只要出事儿了，所有人都惹不起我嘛，就去找我爷爷说给个交代吧。然后爷爷所以就是老实巴交，就对给交代。今天我爷爷有点紧张，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呗。哇！爷爷刚刚在门口跟我说好紧张哦。对，很紧张。爷爷感受到大家的爱了吧？感受到了，很猛烈。大家爱八爷吗？爱，感受到了。那大家想必也非常爱娘亲，对不对？百惠姐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终于有声音了。大家好，我是徐百惠，在戏里我饰演小李珍的娘亲，然后我们俩是妈宝女和女妈宝的关系。然后呢，我今天呢，带了我的这个大号版的拆骨刀，这把刀是我的陪嫁，然后也是下厨神器，然后在这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家业，谢谢。超喜欢，那你拿着太吓人了。大号的是吧？就是要保护好，对，保护好。就是因为没有重量，所以刚才下来的时候就掉了，掉刀。一开始就掉了。对，没问题，咱们这刀掉了，但是咱们的气势依然在啊。接下来是我身边的子豪，子豪，你的这个塑料凳子。因为我看啊，大家好，我是王子豪，我在家业中饰演田本昌，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就是很多人让真娘拿着这个红凳子来打我，所以说今天呢就负凳请罪了。打，想看看现场打吗？子枫，咱们摆拍一个呗，让大家过过瘾。我拿红凳子，我就，我这有刀，我这有刀，我这有刀。这我刚刚是看到杨紫跳起来打他是吗？没看到。你俩到中间来吧，来，小紫接拐。我看着，我这有刀，来，我这我又拿拐又拿刀，太残忍了。打拐，对渣男就是要残忍。打得好 ，OK， 这样各位打得非常好，但现在邀请各位往前走一小步，挨着屏幕太近了，拍照不好看啊。好，那子豪这个凳子要不要？也可以坐一会儿。对，坐一会儿啊，一会儿八爷累了你就给八爷坐一会儿。OK，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谢欣跟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欣，在家业中饰演真娘的闺蜜田荣华。今天我带的是账本啊，因为我的人生理想就是闺蜜赚钱，我管账，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也希望大家在收看家业的过程中能够财源滚滚来。哇，这个祝福接到了，天下第一好龟龟。什么？那不是，那是我闺蜜的账。好，可能你要替他管账，他可能找你算账，你知道吗？还可以提着刀去算啊！接下来，朋友们，他来了！目前最气我的李景东，他来了。没有，咱们说角色就说角色啊，咱们不要那个。洪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新闻联播，我是李景东。拐杖哥，平平淡淡无奇哥，小红鞋哥，哎呀妈呀，太多了！谢谢大家给我起外号，多起点啊，后面可能还有。那你真是坏。对，我是那个越努力越心酸哥啊！谢谢大家的到来啊，谢谢。笨小孩哥，今天其实我们发现啊，私下相处起来，其实洪兰老师特别有梗，特别有趣。然后那个戏份，我们也期待再往后一点点会有变化吧，应该。这变化太大了，这明后2天吧。行，明后2天呢，我们期待一下。他现在是黑转路啊，马上就黑转路了，之后他会路转粉哦，原来有这一天，都给我们真娘变成铁粉啊！我这个戏里啊，这个是生活中也是独唯了。我跟你说，谁说这个真娘都不行。好，太入戏了。那请工作人员一方面上一下道具，一方面把各位手里的小东西也收了，好不好？他们一会儿好跟我们聊一点。送我吗？手上的可以送吗？可以送吗？可以送我。可以吗？不能送。好 ，sorry 啊，他说不能送。送你一句祝福。那送我一句祝福吧。家业是咱们剧集开播以来，网友们支持粉丝。
要回应。我们先从真娘开始吧，小紫想选哪一个？可以自己过来，直接撕下来带走。那我就选我的官配吧。好，杨紫家业官配来了，我终于来了。那邪门 CP 可是没少磕呀，前面朋友们。对，回应一下这个吧，官配终于来了。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出现的，真的就，而且我发现小演员演的特好，他们才那么小，居然演出了情爱。然后我说哇，比我跟韩东君第一次那个戏演的还好，就是默默的时候两个人含情脉脉的，然后我就很期待他出场，所以他出场那一嗓子确实给我惊到了，因为他如果不那么喊，我还不注意他呢，所以就是那一嗓子我知道哦，我的官配来了，开屏了，开屏了，开屏了，弹幕里都是开屏了，开屏了，开屏了。那孔雀本雀来选一个吧，我成。帅的是你们俩那天直播的时候，他帘儿一先从后面出来，哇，当时有偶像剧的感觉，就是昨天，对，整一个，我来一个这个吧。杨紫把韩东君气疯了，我啥时候气你了？不是这个叫解释一下，并没有气啊，只是我们那个在开播的前几集的时候，咱俩在那个评论区里就是互动嘛，在微博底下互动，然后其实但是我们俩那个互动远远不，这个李真和骆文精彩啊，所以这个大家继续往后看吧。专业剧选，专业剧选选手，真的是这样的。好，这个沟，但气疯了，应该就是你俩语音互留言的那个吧？在里面那个语音的那个互留言，对。哦，你说我学你的那个，再学一个呗，姊妹。哇天啊，现在看着脸学啊！这个就叫贴脸开大。我等会你后面你说得了，我行。咱俩双簧是吧？可以，那就打个板，打个板。3、2、1。还起个范儿，还清嗓子，先溜两。没事，你来，我跟你。可两声溜两。溜两。掌声送给小紫，太可爱了！天哪，我真的不敢面对大家说。使了个大劲儿，然后沙哑版的比较性感啊！这个萌萌的小女孩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好，来，百惠姐选一个吧。我这个好像我发现，我选不出来。硬选有一个我就不硬选了。有一个话题是什么？终于来拯救女主的。不是男主，是妈妈。你们看到了这个话题吗？就是你在雨中推那个车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你知道吧？结果是还是妈妈最靠谱。这个词我印象特别深。那个车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你知道吧？结果是还是妈妈最靠谱。这个词我印象特别深。那个车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你知道吧？结果是还是妈妈最靠谱。这个词我印象特别深。田老师眉头一皱，这是啥？老师看得清吗？看得清，看得清。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爷爷？哎，那个说爷爷正式名是，这是越老人越到这儿了。关键词老头。对，小紫当秘书来，秘书上线一下。我跟你们说好玩的事儿，就播前不是爷爷丁齿明示嘛？我本来看特感动，有一条留言说，怎么爷爷居然还有牙？然后我发给了爷爷。是的。爷爷就是你看，你选一个词条，你想回应哪个，或者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家业邪门这个 CP 是什么意思啊？邪门，不是爷爷，乱成一锅粥了。爷爷，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心这么重。爷爷这样，您拿着这个站在他俩中间聊这事儿。哎，对这个我觉得是景东说跟四叔母。他俩是清白的，不知道咋回事。邪门 CP 是李真和我，好，说的是我，还是有我，是不是？这个还是有我，对吧？有啊，是大哥开门，你都不知道呀？我知道，我真是我真以为是
出来，很好。这门小明对，但是CP 可以冷门，但是不能邪门，这就有点邪门。对，那个回啊，东君回应，靳东和那个啥？没我事儿啊，没我事儿。不是，别欺负爷爷了，让东君回应一下。那应该是什么？我回应就是那个田荣华和骆文松的事儿。又跟我手上关系了呢，这是怎么回事？你不差点嫁给我大哥吗？爷爷每一次差点成为我嫂。爷爷都信了，不是不行。这样，朋友们，咱把这个话题呢先放在这儿，大家继续追剧情，看看你们的邪门 CP 会不会再出现。但是我先表明我的态度，我站官配，你们呢？我站我和杨紫。行吧，行吧，你怎么说都行。好，来谢金选一个吧。我看看啊，我选这个。家业恶人榜好多啊。好，来给咱们聊聊这个。因为就是实在是抱歉啊，诸位，我们田家上榜的人有点多，这个专业对口，我们这个主要是。然后就是我看到也有热搜的话题说家业101老头受难记轮到谁了？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田家的这些大老头和小老头也可以一起帮忙处理一下，谢谢。谢谢大家。101是什么呀？姊妹回答。问101是个什么？我刚刚问了，在下面，哎，就是帮爷爷解释一下，因为不是有101那个比赛嘛，然后我们这个系里面呢，爷爷老师们比较多，你们也可以成个团，类似就是咱们家业里面101你们，对，我的解释应该是对的吧？是对的，是对的，您我以为101大厦。不是，就是你们像一个团体，你们是男团，对，那我知道。好，那接下来来子豪选一个。我已经选好了，我就选杨紫、韩东君要不要润喉糖？关你什么事儿？漂亮。小丑，好龟龟。我大概明白哦。对，没错，今天呢正好准备了润喉糖，因为其实那场，东军哥也说过，就是那场其实现场特别的吵，所以说东军哥呢是为了能收声更好，对吧？没错，特 man， 所以说呢，我觉得不要结合个啊，不要，给我2块吧，笑哑。吃2块，大家都吃2块，不要。好好给我们俩就。呀，这样要不要？给大家送一送。杨紫，我让你递给我。你的要求太多了。大家也可以要，大家都分一分。这边。这边也要。来，趁乱。我们请景东叔来选一个词儿，景东叔来选一个词儿。杨紫，这边，杨紫这边也要。杨紫，杨紫这边也要。好嘞，洪亮老师选好了，什么词儿？没有，你看景东叔就是趁乱就把词条给选好了。对，选什么呀？韩东君靠在王子豪肩头，小鸟依人。啥呀这是？想看。爷爷，您在我这儿来一下。邪门 CP， 真邪门。来吧，给大家表演一个。这个出道这么多年，终于碰到一个能让我依靠的男演员。但是我真的没有2米哥，都说就姐那天就说1.98米，没有1.95米肯定得有，肯定得有了。这样，如果我们的那个收视率再高一点的话，你直播给大家量身高怎么样？没问题。好，必须澄清一下，毕竟我们还有很多期待要完成的事情，对不对？大家想看什么？哎，没有人想看落地签吗？落地签，对，这样落地签，等会儿来 Q。咱们先完成一个更有意思的内容，你们将在追剧团的历史上第一次看到吐槽大会这个环节上麦根儿。我们要让每一位朋友在这里现场的完成他们的吐槽内容。我们是要单独加一个，用我的还是有麦吗？用我的，那行，我装一下啊。爷爷已经开始紧张，开始偷瞄各种提词器，因为他可能连这个环节都没搞清楚，下一个环节就开始了。
好，你想吐槽谁，你就直接说。对他刚才说想吐槽你吗？小心小心。吐槽大会主打的就是一个要狠。那么我们先请咱们的女主角给大家打个样，好不好？好，姊妹。那我先来啊。我吐槽井中说，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呢？虽然很努力，但是天赋不够，而且情绪极度的不稳定，每天就知道嘶吼，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井中说，有的时候努力在天分面前不值一提。下一位，来，准确。东君吐槽谁？太狠了！一会儿怼回去。我肯定是要吐槽一下这个你的可靠，我的这个，他怎么能是我的可靠呢？你的他是我的仇人啊！这个老田家，但是除了田荣华以外啊，谢谢。就是我必须要吐槽一下这田本昌啊，这个害我家破人亡，然后还抢我宅子，占我堂的，抢我钱，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别努力，别使劲了，李真瞧不上你。李真点头了是吧？好像。爷爷，怎么感觉呜呜了？别看了，自己说吧。我特别想吐槽的就是真娘，因为我觉得我那么的偏爱她，但是她老是不按照我的作为大家长的那种方式去行事。离家出走，爷爷。对，所以我只能离家出走。我很生气。给个交代。对，要给个交代。来，姊妹给个交代。爷爷，对不起。哎呀，天哪！杨子帅一块小蛋70糕多岁正是离家出走的年纪。叛逆的时候。对，青春期虽晚但到。OK， 来，百惠姐吐槽一个。我呢，肯定要吐槽的就是我们前夫哥田本昌。本来我这个嫁妆都给女儿凑齐了，准备想让女儿风风光光的嫁过去，结果就是因为他，你这个小子怎么回事？在这儿跟我玩大兴骗婚现场，是不是？是不是渣男？但是当然了，我的女儿能够及时的认清渣男，我觉得我也应该是放炮去庆祝一下。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还有为什么讨厌田本昌，因为你也特别对不起爷爷，就是因为我们爷爷的牙没了，毕竟爷爷只剩一颗牙了。我出钱给爷爷补一颗。好了，大家继续讨伐田本昌吧。好，我补充一句啊，嫁妆没白准备。给你准备的。往后看啊，往后看。哎，往后看。渣男来了！你往边上点挡我了。没事，开玩笑。那我今天就吐槽79。哎，你说我们田家如日中天，已经要制霸徽州墨业了，偏偏你来了，无仇无啊也有仇，不就是有点钱，个高点啊，人帅一点，有资本。但是徽州现在就是田家的。你等会儿回来。越说越没人气了。你家如日中天，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咋回事？你咋来的吗？是不是不知道咋来的？打起来！打起来！是不是？动手！打起来！今天这热搜就稳了。好，我俩拌嘴哈。你咋回事？自己不知道咋回事吗？就是有本事，你有本事在欺负我们家是吧？抢我们家的那个房子，抢我们家磨坊，现在叫昌盛园，现在昌盛。不要再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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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治好了，是吧？给治好了，是吧？还有八爷，我们
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自己不知道吗？景东说，来，这样是这个环节啊，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回答。徐明老师在哪？哎，徐明老师，辛苦您给我们回答一下，好吧？我们白准备了。刚才杨子真娘转过来，真娘所回答的非常对，是松烟，而且是药末，因为它里面添加了那个胭脂，胭脂本身就有活鱼化学作用，而且那个有冰片和阿胶，在宋代，寇中士在《本草纪要》里面就有介绍，末，松之烟也，也有以那个树，比我们爷爷还树草，为之，不可用，然就是松烟末方可入药，然为远烟为佳。所以说，这个说大白话就是松烟可以入药，而油烟不能入药。就是在我们作为书法用品当中，松烟它那个墨色是属于哑光的，它那个属于偏冷性的光，具有山林之气，而且在写字画当中，它主要专攻于写字，还有在那个枯石包括枯草那一块都能运用。在油烟那一块呢，主要各方面都能使用，而且它能体现出油烟的漆黑乌亮，在点石之金之中都能透出中国黑，在那个五色纷呈中代表着就是中国就是原来在剧中曾娘说的大道至简，就是五色纷呈那几句话。感谢，我们确实有被科普到。然后今天也是因为时间原因，咱们就一个问题。之后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我们多多向徐明老师学习。好，那么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你们啊！环球时报文娱 ，come on， 也简短啊。导演会的，导演突然被 Q 到，懵了。就是咱们家业这部剧播出之后，我有看到很多观众说，虽然咱们讲的是传统的制墨行业，但是它在整个人物的塑造、人物关系以及这个情感表达，还有整体的气质上，其实和现在观众的审美是很契合的。然后就想问一下导演，您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最想跟观众建立一个怎样的连接？谢谢。是这样，我觉得任何时代，不管是什么剧种。都有一个表达，都要和观众拉近距离，有共鸣啊，产生那个互动。我觉得你得让现在观众得懂啊，得通过你想表达这个故事啊，到底写了个什么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这次创作当中也是，这个故事的可看性，我用了一些现实题材的一些方式来展现的，就是为了想和观众走得比较近一点。谢谢。谢谢大家。哇，感谢会导。这个回头跟我们会导约个专访好不好？把那幕后的故事都跟我们聊一聊。对。导演愿意吗？导演答应了。你这话问的。新浪娱乐导在哪里？演跟八爷一样都很害羞，都很害羞。他刚才的表情是突然被 Q 到。导演你好红啊，脸都红啊！今天是我们演员的战场，掌声也送给导演。好，新浪娱乐老师您好。这个问题想给杨紫和李洪良老师。那大家都知道，景东书作为剧里真娘的黑粉，就是干了很多让大家都比较恼火的事情。然后在现场能不能就是我们李真来小小的报复一下？报复一下景东书，然后比如说拍一个什么复仇的
表情包什么的，比如说当场抓获啊，或者这种什么。当场抓获怎么也？我懂你意思了，上拐是这个意思吧？当场抓获。拐呢？上拐吧，对，可以可以。来子，这得有个剧情吧？当场抓获他跟四叔母。没有，剧里他们真的是清白的。但是我真的有说，他们剧里真的是清白的。但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在私下总是会问。你跟四叔母真的没什么事儿吗？为什么你天天不跟你老婆在一起，天天跟四叔母在一起？真的很奇怪耶。然后我的老婆复仇，也稍等啊，我解释一下。我媳妇儿演我媳妇儿的那个舒燕，就是经常就会把四叔母往旁边推，这是我男人，这是我男人，然后四叔母就往这边靠，来吧，报复吧。当场抓获，对，或者是就这样，咱们想怎么报复就怎么报复，好不好？拿拐比划一下。哎，给我吧，那个屏幕不能挨着。好，师哥你来，那个小红鞋露出来，邪恶小红鞋露出来。对，然后姊妹，姊妹这是 AK 吧？对。好，圆梦了吧？哎，他这个红鞋我更生气。我大婚那日居然有网友为他说话，说他是为了庆祝我结婚而穿的红鞋，他明明每场戏都穿这个红鞋。网友过度解读了啊，过度了。网友给景东叔一个外号叫邪恶小红鞋，入戏太深 ，sorry。好的，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芒果捞追剧。来，你的问题来了。我是来自安徽的韩姓本家人，然后想提问韩东君老师，距离李真和骆文谦一直没有相认，是因为骆文谦没有带小时候的虎头簪嘛？然后现场想让韩东君老师给李真看一下，戴上。你猜说谁给谁戴上？啊，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就是为什么那个没认出来是吧？是不是因为没戴那个虎头簪？对。虎揪，姊妹不叫小虎揪吗？你叫小虎揪。来揪呢？行，这样揪先找着。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文艺派在哪里？你的任务可以让他们先来完成，好不好？揪再找一下，先找揪。想听那个韩东君老师和杨紫老师唱一下《远山黛》，大家想不想听？歌词有没有？哇塞，可以吗？可以有歌词吗？但是我是修音歌手，所以呢，你不知道我们是棚录吗？我证明没有啊，姊妹唱歌非常好听。歌手，你叫录音棚歌手，杨歌手最棒了。姐，你也是没放过他。出专辑吧，杨紫。出专辑。朋友们，这是哪剧啊？我们接下来有请杨紫跟韩东君带来《远山黛》。好高啊！来3，多年好，你帮我起。不听雨，等一下，要我俩清唱吧，我也觉得清唱吧，跟不上。对，来，我起个头。3、2、1。多年后，故人归南湖听雨，老莫碗里仍有潮声起。未解的烟头轻声问，那日烟火有余温可曾记？献丑了！超级好听！我宣布，我以前是紫的演技粉，后来是紫的舞蹈粉，今天起我是你的歌迷。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大家听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切都是刚刚好。新歌来新歌，这样朋友们上歌手。姊妹说这怎么收场？我来收场。朋友们，你们刚刚提了3个字，对不对？是落什么来着？落地签。哎，大家想看落地签，但是我们不是说了热度要到了一个数字之后，咱们才能完成落地签吗？今天在现场呢，我们现在过一个小瘾，就咱们不落地签，咱们给东君放一段音乐，让他假装骑摩托，然后站着在后面跟着走一下，好不好？哎，开摩托，东君请就位。你再第一个，姊妹跟上啊！来，后面跟上。再来一圈儿，来了，
成啥？没开够呢，没到地儿呢。我真的是在骑猛了吧？看到一堆古代人在骑摩托。我真的，我拼了！我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吧？可以结束了。那个不好意思，那个什么，大家这个让大家这个我们穿成这样，结果古人蹦迪。OK， 然后你们也想做啊？也想做，别着急啊，热度到了都能做。对，热度到了都能做，帮我们把热度高起来。累了吧，朋友们？歇一下。然后我要在这里汇报一件事情，不好意思，老师，我们那个虎头咒的道具被田降月偷走了。什么？对，找不见了，想必是他干的吧？反正不是我干的，所以我们只能现场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还不是揭晓骆文谦真实身份的时候，往后就到了，各位继续看。厉害！一会儿直播就找到了。我这有笔，这么快吗？是啊，你怎么总拆台呀？你这个人。他是微博的，记住他。我想了一招，要不然这样，我们让这位帅气的古人和他身边的女主角杨紫，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比一个小猫耳朵，行不行？也算小啾啾了，好不好？来，过来帮我们把那个先不收麦，咱们就一边吧。啊，小猫耳朵是这样的字，哎，对，这样。对，爷爷是这样。啊，这样。好，我们一起摆一个小猫耳朵啊！来，3、2、1，小虎啾。中间来看我。好，来，朋友们，时间有限，不好意思，今天其实真的你们看到我很赶，我们其实有很多环节，但大家呢确实时间有限，一会儿微博直播的时候没玩的咱们再补进来，好不好？现在呢，我们先坐到第一排来和大家一起合张。时间有限，一会儿微博直播的时候没玩的咱们再补进来，好不好？现在呢，我们先坐到第一排来和大家一起合张。